嘿。江南霹雳堂，雷家、雷无节前来拜阁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儿。你打算怎么陪我？陪你？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仙人揽六柱，对搏泰山鱼。据说这是一局残局，残局之上蕴藏着绝世武功，若是能够从中参透，胜过苦练20年啊！我刚刚看出些什么门道，你就进来了。说吧，打算怎么赔？不会又要赔500两银子吧？上当，给你打个折，300两就行啊。那能不能比试完之后再给啊？行，哎，痛快，那就得罪了。你要赌什么？啊？六博牌九，宣和马吊。问你要赌什么？快点选一个。这些我都不会啊。都不会？你不会上这儿来干嘛呀？我只会一个，玩骰子，猜大小。唉，比大小就比大小吧，没意思。来吧。当真不能比我啊？不能。一局定胜负，猜吧。大。331，小的不能再小了，输了。我第一次玩，这一局不算。你敢不敢给我再来一局？好啊，那我再陪你玩一局，你只要能赢一局，算你赢。来。所以我还是赌大。买定离手。要赢，还得靠真功夫。离手。
下面撒手，不教你了。116，8点，是13点，大的不能再大了。哎，你可以啊，啊，你的武功比你的赌术要强啊。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夸奖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江南霹雳堂雷无节。我上来的时候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叫骆明轩。啊，我知道，落霞仙子的弟子嘛。我早就对落霞仙子仰慕已久了。仰慕已久？啊，怎么了？嗨，他这都30多了，说什么一掌断江，那断的又不是长江黄河。啊，你干嘛一脸崇拜的样子？我跟你讲，她其实就是一个老女人。明轩，来西照阁。那个，我先上去了，一会儿再见。真是个有趣的人。大哥，本小姐不过出城半年，就让人登上13级，真是一群废物。公子，可以开始了。且慢，又怎么了？上面登阁那位欠我800两银子，那我也要为他登阁出上一份力。萧瑟，司空姑娘，好久不见。你们怎么才到啊？按理说1个月前你们就该到雪月城了。唉，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修师叔，过13层了，要上14层了。哎，那个雷无节呢？莫非闯阁的是那小子？司空姑娘猜得不错。上次匆匆一别，还没来得及切磋一下，这次正好。你干什么？我不能让你过去。你是想替那雷无节拦住我？修师叔，你不是说那个人不会武功吗？这可不是什么武功，这是一门轻功，不需要内力就能施展。什么轻功？天下第一轻功，踏云。这层守阁的人呢？大师兄，好久不见，大师兄。哎，不是说了没过门，先不要叫师兄吗？别人可以不叫，师兄一定得叫，毕竟咱们是一同经历过生死的。哼，你是雷门弟子，想要加入这雪月城，只需拿着名次找我便可。为何非要闯着登天阁呢？我来这雪月城，是为了见一个人，但若想见到他，就必须闯着登天阁。若是真跟师兄动起手来，望师兄莫怪。不错呀，最近武功的确精进了不少。我日日勤学苦练，可是一刻都没放松过呢。大师兄，再来！
竟然如此厉害，嘿嘿，瞬息间就破了我这刀丝阵。刀丝？这怎么看都是普通的丝阵啊！你看，一扯就断了。胡说！我这刀丝是天下绝顶武器，竟然还没有敌过你这火灼之术。唉，我不是你的对手，你走吧。师兄，你这演技也太烂了吧！哎，你看啊，这儿呢就只有我们2个人，你要想放水就跟我说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你竟然敢说我放水？好，那你就接我一记暴雨梨花阵。还敢不敢说了？不，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。想不到几日不见，司空姑娘的武功竟精进若此。那倒，长得也更漂亮。啊！过14层了，过14层了！2位久等了，咱们这就继续吧。萧瑟，这2位是，看这打扮是望城山的人吧？偶遇而已，想请望城山的2位高人算一卦。望城山李凡松见过司空姑娘。不知2位前来雪月城所为何事？那个，我们就是来看看，就是来看看。2位，咱们开始吧。接着，这是什么？这药叫做冰清水，常人服下，全身的血液都会顷刻间冻结，但对于你不同，你的火灼之术已经进入了迦楼罗境，但你的身体却难以承担。如果运功过久的话，恐伤及自身，而这冰清水便会护住你的心脉，延长火灼之术的时间。多谢师兄。哎，对了，师兄，这15层可有什么建议？我建议你明天再来。明天？这登天阁的每一层，都是不同弟子轮流值守的，只有守阁长老在这一层，一待就是10年。哦，今日你已经很疲惫了，早些回去休息，明天再来。哎，好吧。哦，那师兄，那我能不能问一下，这15层的守阁长老是谁啊？如果你见了他，一定会觉得很亲切。啊？雷云鹤，我师叔雷云鹤，他怎么可能出现在雪月城，还做了守阁长老？这件事儿，你们的门主雷千虎也是知道的，也曾派人多次请他回雷家，可雷长老对雷家的人却闭门不见。至于为何，等你见到他的时候，自然就知道了。师叔，你身后背的，想必就是那把纱布剑吧？你是雷轰的弟子。晚辈雷无节，见过师叔。是雷轰让你来找我的，你回去告诉他，别白费力气了。师叔，我来这雪月城，不是来找您的。你是专程来气我的吗？不是。明白了，你是来见那个人的。好。哎，还望师叔成全。
你若想见那个人，只需要赢我。那，师叔得罪了。凭你这火灼之术，是过不了我这15层的。拔剑吧，让我见识一下雷轰当年不惜违背祖训，修了什么样的剑术。师叔，小心了！青雷尺，你输了，下阁去吧。晚辈此番闯阁，有必胜的决心，还请师叔不必留手。请。这小子不过区区金刚凡境，竟如此难缠。峰哥，你知道冠绝榜吗？白小堂牌那个。将来在冠绝榜上得有我雷云鹤的名字，我雷轰的名字一定排在之前。看着吧，我一定名扬天下。你小子不要得寸进尺。或许你在这一辈雷门年轻人当中确实是天才，可是入了江湖，有的是能顷刻间取你性命的存在。不要太自大了。这我早就明白。我一路来到雪月城，见过了数不清的高手，威震江湖的前辈，连名号都不知的神秘人，还有我的同辈。这令我难以望其项背的真正的天才。我雷无极就是一路败到这里来的，但是我输得起。我相信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总有一天我会赢回来的。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？任凭恩怨都纷扰，踏歌长啸，芳华喷溅啊！少年风无情，天涯海角，一同逍遥，有只脚不寂寥。多谢了。师叔，你看我刚才那算是……躲开一点。啊！心声随尽人情渺渺，山羊在逃，心如莲不染与你照。跋涉千万里，惊涛踏
跌落，不是因为重伤，只是心颓了。让我也回想起那股少年之气，让我回想起那股力量吧。我以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。想不到，这15层的守阁人竟然是雷云鹤。雷云鹤，他居然还活着！小师叔，雷云鹤很有名吗？怎么没听师门长辈提起过他？你们望城山的人自然是不愿意提起的。这雷云鹤当年可是号称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，同雷梦沙、雷千虎、雷轰并称为雷门4杰。当年最出名的一战，便是打伤了你们望城山。上山之后，他要挑战赵玉珍，一指截断上山道，2指掀翻乾坤殿。这第3指，则是对上了赵玉珍的青霄剑，却被一剑斩断了一条胳膊，从此销声匿迹，再也没有在江湖中出现过。传言他早就重伤而亡，没想到躲在雪月城。不过以他的武功，在雪月城当守阁长老，就算是剑仙要登阁也不容易啊。雷长老当年重伤，虽然保住了性命，可是武功境界却是一落千丈，如今只有自在地境的实力了。原来如此，不过看他现在的样子，应该是恢复了吧？若是恢复了，那你这好兄弟可就完蛋了。哇！云鹤兄，恭喜你重入逍遥天境。可是，这登天阁也是花了大价钱建造，还望云鹤兄手下留情啊！你这一个雷劈下去，我这登天阁可消受不起呀！我就劈了你这登天阁又如何？求你了！你小子不错。师兄谬赞了。你想登上阁顶，然后带那个人去见你的师傅？哼，好，到时候我也去。啊，阿离，云鹤兄，如今你功力尽复，可是要回雷家了？没脸回去啊！怎么又是这句话？自己丢的脸，总得自己拾起来。再说回家的事，我曾1指破苍山，我曾2指断乾坤，我的3指却没能破去那青霄剑，还丢了一只胳膊。如今我重回逍遥天境，再去见见那青霄剑如何？你打算去望城山？阿离，我们走。当年我持枪站在阁顶，满城风雨化为一枪，可有此风采？一半都没有。输了呀！世人皆称我为枪仙，可哪有呼风唤雨、乘云驾鹤来的有气势？枪仙前辈，雷无节小兄弟，你这是要去阁顶吗？我雷无节此番前来雪月城，就是为了求见雪月剑仙李寒一，还望枪仙前辈成全。知道了。接着，可别一下子就被打下来啊！不会的。阿爹，大师兄，你们怎么下来了？雷无节那小子不是要上阁顶吗？他们是来找人的。闯登天阁找人？难道他们找的是？咱们就看着吧，会是一出好戏。
雷家宝、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衣。是。求见李寒衣。雷家宝、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衣。爹。雷家宝、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衣。喊了半天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别喊了，没人理。真是有些尴尬。不管了，好不容易闯到这阁厅，一定要见了他。雷家宝，喊什么喊？吵死了！问剑雪月城，就凭你手里的这把杀猪剑？这是纱布剑。哼，我现在已经。大师兄，你刚才看清他出剑了吗？我只数到了第3剑，之后就完全看不清了。这2天清理了许多杂鱼，想不到漏网的还有这么多。恐怕我和唐莲都不是此人对手。要想对付他的话，这些天虽然远离三顾城的人很多，但是离奇消失的人也很多。为了给唐公子省些麻烦，多余的人已经帮唐公子去除了。说的可真好听。不过就是先把和我抢的人杀了，再来和你抢。哼，也是这个道理。看来你也是为了那口棺材来的，那是雪月城的东西。看来你并不知道自己护送的是什么，那并不属于雪月城。你知道里面是什么？那是自然。阁下或许弄错了。现在美人庄内最重要的事情，乃是在下的赌局。若阁下不感兴趣，便请移步吧。赌局？生死局。哼，我是一名剑客，掌握我生死的只有剑，而不是几个头子。不过今晚我倒是有兴趣陪2位玩玩这个游戏。如果2位赢了，我就再给2位1夜的时间去逃。看来你真的很自信。自不自信的，赌博就知道了。隔空球，这种江湖术士的小把戏你也用？怎么？过来呀！你们雪月城的人脑子里面除了打打杀杀就没别的事了。一局定输赢，你们赢了我走，我赢了把东西留下。听上去倒是很公平。我曾经在天启城的千金台连着跟人赌了3天3夜，最后还赢下一座城池，你可相信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公子既然能赢下一座城，那么5、6来打。所以你们这些江湖人啊，就是没有情趣。所谓赌局，最好玩的乃是一个“赌”字。可若是提前就把结果都料到了，那这赌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你说，
压什么？我赌556。到。你。好。压定离手。不好。碎空石，中招的人外表毫无伤痕，五脏六腑却会被全部震碎。这头中里的头子恐怕已经……当然不好。既然是赌局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公子要改吗？改。所谓赌局必胜之法，就是相信自己会赢。只要坚信自己会赢，那就一定会赢。开。556。公子好功夫。不才不才，一个小戏法罢了。我可不会武功。不会武功，接下来的路可都是险路。公子不会武功，还是不要趟这滩浑水的好。阁下难道是要反悔？我说过我不会杀你们，但是我的伙伴们不同，他们可没有我这么大的耐心。我们也有一个同伴，虽然他脑子不大好使，不过手上功夫不错。你的同伴未必能占得到便宜。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定然不会这么说。天外天，白发仙。天外天，若是在12年前，这确实是一个镇得住的名字。你是谁？你怎认得我？知道你们的人不多，但总归有人知道。想不到，天外天的人还敢出现在这里，你们忘记了曾经的约定了吗？无双城的卢玉宅，想不到你们也来了。唐莲，无论我们之间怎样争抢，黄金棺材绝不能落入此人之手。那黄金棺材之内的事物，原本就属于我天外天，想拦住我？世间武功分为9品，9品之上有4大境界，分别是金刚凡境、自在地境、逍遥天境，以及只有传说中的神游玄境。这白发仙武功已融入了逍遥天境，天外天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天外天究竟什么来历？天外天的名字你可能没听过，不过他们的另外一个名字你一定知道。魔教，魔教。胜算吗？要不是他手下留情，刚才那一剑，咱们已经……都是故人之后，看在你们师尊的面子上，我不会杀你们。如果再敢阻拦，可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云霜。金霜，赵子柔，叶如意，
无双城的无双剑匣，据说已经有100年无人能够使用它了。小鬼，报上名来。天下无双城，无双。雪月城出事之后，天下无双城就把“天下”二字去掉了吧？哼，迟早会加回来的。有趣。你想怎样？见高手不能失之交臂，自然是想向前辈讨教一下。狂妄！我可没时间跟你们耗。别跑！无双，回来！追！方才那白发仙说他还有同伴，我若是你，现在就去守那个棺材。还要追吗？追！这是雷无极的霹雳子。我乃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，还有不怕死的要上的吗？上！好快的速度！雷家的火灼之术，难怪。上！黄莲，你竟然还能活着从里面走出来！怎么样？这功夫我也是刚练成不久，还不够熟练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打他们10个8个不是问题。哼，火灼之术乃是燃烧自己心中之火，短暂获得神力之术。你的心柴又能燃烧多久呢？哼，打你们这些不人不鬼的家伙足够。好大的口气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居然是这种邪术！邪术？什么邪术？你看，怎么了？你觉得有什么异样吗？好大的月亮，倒是像纸糊的一般。今天是22，天空中本应是一轮下弦月，怎么会出现满月？那师兄的意思是？这是孤虚之术。所谓的孤虚之术，就是一种邪门的阵法。在孤虚阵中的人，仿佛都进入了梦境一般。接下来你可就要小心了。在这孤虚之中，一切皆为虚幻，但是一切又皆可为实。师兄，你说的什么？我不太懂。小心！师兄，击中了！师兄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孤虚之中，无数杀机藏在其中，你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要放弃你的眼睛，用耳朵去听。放弃眼睛？听声辨位是雪月城的必修课程。
你且听好了，天地若大，风无处不在。孤虚之中最大的弱点，便是能隔绝外在的一切声音。所以，在孤虚之中，你只需要仔细聆听。当你身边的风被撕裂的时候，就是敌人暴露自己位置的时候。听风。击中了！天赋异禀啊！毕竟呢，也是从小习武，这听觉也是练习了许久的。听风辨位，仗目杀人。若是以为这样就能破了孤虚之阵，那也太天真了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大师兄为了见天女舞，一定要路过梅林庄。只是看这架势，他们似乎被这些人用什么阵法给困住了。难道这就是阿爹当年抵御魔教之时所遭遇的孤虚之阵？师兄，怎么那么多啊？现在该怎么办？不要慌，守住心神，他们奈何不了我们。只要拖住你们，等到白发仙大人回来，看你们能翻出什么花样。阿爹跟我说过，孤虚之阵靠的是阵法和破音的结合，只要动机，便能破其阵。师兄，什么声音？是枪击之声。前面来了，你别说话，我要去寻那声音。阵破！怎么样，师兄？咱俩这配合简直天衣无缝。这位就是司空姑娘吧？在下刘无节。别松懈，还没结束呢。你，哼，这个邪术已经被本姑娘给破了，你们还有什么招数，就一起使出来吧。是啊，阵破了。你们到底还是跟上来了。说实话，得罪雪月城并非我们所想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连无双城和天外天都参与进来了。今日我们再不出手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那棺材中的事物与我们关系甚大，实在是无法放弃。这棺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？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荣华富贵；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绝世武功；对于我们来说，里面装的只是一个答案。答案？13年前。别说了。13年前望一楼惨案，望一楼一夜之间惨遭灭门。只有楼主谢柳依的长子被打晕之后，留了一命。醒来之后，却失去了那晚所有的记忆。后拜入天泉老人门下，做了杀手，江湖人称明侯。知道的还不少。可惜了，这望一楼惨案本来就是一桩无头案，
即便当时有线索留下，可如今13年过去，也是无迹可寻。你真就这么确信这棺材当中有你想要的答案？不过说实话，我对这棺材倒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住手！这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诈尸了！还是个和尚，还是个活和尚。没有结巴，不是和尚。先把他带走再说。明豪，我见过你。我拜会过忘忧大师，不过大师不肯帮我。老和尚早就说过，你要的答案，不论是什么，必将成为心底之魔。忘忧大师一片苦心，在下感激。但是知道了是心魔，不知道亦是心魔。也对。你还好吗？老和尚不愿告诉你的，无心已经告诉你了。这是施主的劫，施主好自为之。作为报答，我们可以带大师离开这里。这是我自己的劫。你们走吧。走。无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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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双。
双，大师兄，无双，快过来！无双，无双剑侠，这怎么会这样？师弟他不会？师兄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怎么跟城主交代啊？都怪我，师兄，都是我逞强，把无双师弟给害死。我的师弟啊！师弟！啊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哦，那家伙跑太快了，我追累了就睡着了。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大师兄，你松开！你松开我！你松开！冷静点，大师兄！我过来！冷静，过来！冷静！罢了，此人武功极高，一不小心就把你弄死，没事就好。那咱们现在干嘛？就算现在再回那美人庄，也够呛能抢到那东西了。先行撤退，从长计议吧。走。别，不能看他眼睛！你的接头人终于到了。在下无禅，这位是我的师弟，也是忘忧大师的俗家弟子，无心。此处不是讲话之处，我们先从这里离开吧。莲，你不是最喜欢吃桂花糕了吗？啊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喂你。有人在，别闹。假正经。话说，你为什么要跟过来？我看上这位公子了，不行吗？对了，唐莲，我收到来信，雪月城受九龙门托付，派了你来护送师弟与我碰面，并未提及这几位朋友。请问他们是？这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，司空千落。在下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极。驾！我只是个小客栈的老板，同外面那个雷门的小兄弟一同去雪月城办点事情。这位是美人庄天女蕊，此次他们二人与我同行。那你的师弟为什么会躺在黄金棺材里啊？这黄金棺材乃寒水寺镇寺之宝，可压制所躺入之人的浑身内力。压制？我师弟修习罗刹堂32秘术，大觉师傅觉得师弟十分危险，故要求以黄金棺材为压制来护送。传闻罗刹堂的秘术，习得任意一门便能身具神游。想不到你的师弟竟一下学了个全。忘忧大师是昔日的禅道大宗，他为何会允许无心师弟修炼这秘术？这些就得从忘忧大师本人说起了。忘忧大师习得佛门六通，其中以他心通最为不凡。传闻去寒水寺参拜的香客，只需注视忘忧一眼，无需言语，自省心中罪恶。这么厉害，都不用说话的。他心通修炼至极致，能一眼看透人的内心，改变人的内心，是以佛法度人。不过就在几个月前，忘忧大师却忽然圆寂了。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圆寂之后，尸体倒地为尘，瞬间灰飞烟灭。传言并没有错。为何突然圆寂了呀？还是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是被人逼至极致，忧思而死。
这位兄弟知道的很多。是的，有人一直在逼师傅交出师弟，因为我这师弟也曾展露过师傅那窥探人心之法。他练的是心魔引。心魔引，这又是什么武功？我从未听说过。他心通窥人心，悟其道。可心魔引这门武功，窥的不是人心，而是心魔。若是我没猜错，你这师弟无法正常修习佛法，所以忘忧大师安排他去罗刹堂修炼秘术。如今那32门秘术，只存在于吴心一人身上，又是这般厉害，难怪会引来这么多人的争斗。大觉师傅想用伏魔神通消除吴心身上的禁术，这岂不是要废了他？可据我所知，吴心师弟在接到消息之后，便运用归西之术躺入了棺材中，并无反抗。那魔教对你师弟感兴趣，也是因为罗刹堂秘术。魔教？行了，知道魔教太多的事情，对你们没好处。他说的没错。你是谁？又是你！行了，把人交出来，我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做梦！师兄，我来帮你。看好我师弟。你不去帮忙吗？我又不会武功。看好无心。那白发仙的武功已入了逍遥天境，又岂是你们几个能讨得到好的？哎，等等我！哎，等等我，我还没上去呢。没用的，那家伙境界太高，不是你们人多就能解决。那怎么办啊？用这个呀。你知道那个是什么？像这种形状的火器，应该是雷门的麒麟火牙吧？那可是号称麒麟一怒，剑仙不出的大杀器。那玩意儿制作方法早就失传了，现在解释那把还在门主手里，怎么可能给我呢？啊，不对，这事门主好像不让说。雷门不幸啊。不过你说的对，也只能用那个了。我不想和你们几个晚辈纠缠。再说一遍，把人交出来，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让开！想不到竟然是这样。剑，雷门不是明令禁止门内弟子练剑的吗？这难道就是杀捕剑？长剑纱布，你是雷轰的弟子。好啊，一个个的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们。
的剑气。看来他真的是动怒了。香，实在是太香了。霜叶红，想不到你伤得这么重，还能有这样的手法。唐门这一辈中，你能排进前3了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3步唐门，1步阎王。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。你们还有谁想来？还有我。不想落个终身残疾的话，别抢。喂，你还能不能站起来？别看了，只有你能听到。如果你还有一点力气的话，那就站到我的面前来。还看什么？再看那个白头发的家伙就要把我带走了，赶紧的，站到我的面前来。唐莲，我本不想杀你，你又何必逼我？还有多少暗器？透骨钉、铁蒺藜、龙须针，你只有一击的机会，全部放出去。万术飞花的手法不是每个唐门人都能掌握，但你是唐莲，你一定没问题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就再接我一剑，就是现在。你没有让我失望，不过这种程度还是挡不住他多久。